相信大家有好多的疑问，不知道 Biletsuite 的背景 ，BB 是不是真的会成为加密货币 ？Biletsuite 是不是诈骗 ？Biletsuite 是什么？看完这一条影片，也可以知道所有的答案。我先说一下 Biletsuite 是什么。Biletsuite 是一款香港手机挖矿 App， 目前处于测试阶段，并不是真正的加密货币。它的目标是在2022年 Q3 上交易所，大家可以期待到时候是不是可以在交易所上买卖。只有当 Biletsuite 上主网去中心化之后，就会成为真正的区块链。每隔24小时挖矿，目的是为了帮助用户建立习惯，每天用5秒时间到 App 签到。Biletsuite 也不是真的在你手机上挖矿，当你打开 App 进行签到的时候， App 就会记录你什么时候挖矿，在那时候你已经获得你的 BB， 到上主网 Biletsuite 就会将你挖到的所有的币影射到主网上。真的可以在手机上面挖 BB 吗？ Google Pay 或者 App Store 的政策是不允许 App 在手机上进行挖矿，所有让手机故障损坏的 App 是不会在 Google Pay 或者 App Store 上架，就是用 CPU 挖币的 App 是不会出现在这些的平台上。那么 Biletsuite 是传销吗？ Biletsuite 并不需要你投入任何的金钱，每天给你免费挖矿，再加上 Biletsuite 只有1成的下限，邀请人最多可以获取1成的收益。上线和下线是互惠互利的关系，下线也可以获得上线的收益加成，大家的关系是平等的。那 Biletsuite 需要我们做 KYC 吗？目前用户已经达到1000万，很快就会进入 KYC 的阶段。KYC 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 就是实名认证。实名认证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就是为了防止一个人开大量的账号。如果没有实名认证的话，就无法知道是不是真人挖的。开大量账号，用大量的手机制造大量供应，只会损害大家的利益。有了 KYC 之后呢，就可以将无效的账号还有币销毁，因为一个人是无法完成100台手机的 KYC 认证，最后账号就会失效，保障大家的利益。至于资料安全问题，要视乎 Biletsuite 是否用第三方平台完成，用什么 KYC 方案给我们。例如 Biletsuite 用第三方平台肉体， Biletsuite 是否要骗广告费、资料去赚钱？那我们就要去看 Biletsuite 的背景。Biletsuite 的背景是什么？根据 B.com 的官网资料，服务条款受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管辖，如有任何的争议，只有香港指定的法院裁决。也有公司注册书，创办人的名字叫冯浩轩，但是单靠创办人的名字，我们无法得到太多的资讯，因为世界上面有很多人叫冯浩轩。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另外，在2018年的时候 B.com 这个 domain 被叫价250万美金。B.com 是非常好的域名，越简单越短的 domain 价值就会越高。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 Biletsuite 的团队，我们也不知道 Bitgame 是不是会完成这个区块链项目。最近我看到 Biletsuite 的团队招聘，大家可以在例如 JobsDB 等香港大型招聘网可以看到 Biletsuite 在招聘人员开发 BB。 既然投资了那么多， Bitgames 也是有钱又有人，大家可以期待 Bitgame 会不会完成这个区块链项目。 Bitgames Limit 招聘大量的人，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Senior Developer、 Full Stack Developer、 UI UX Manager。可以看到 Bitgames 是投入大量的金钱招兵买马，目标是建立生态，介入 App， 引入游戏、社交、电商、生活服务等等。大家可以期待 Bitgames 会不会完成白皮书上所讲的目标。为什么 Biletsuite 可以免费给我们挖矿呢？项目方
送加密货币不是新鲜的事。例如恒星币 SLM， 它把95%的币分给用户。恒星币是已经上交易所的币，它的市值排行在第15。项目方是希望货币越多人持有越好，因为只有持有人越多，认识的人越多，币的发展越有好处。使用手机挖矿这个方法是成功的，让这个币在上主网之前已经拥有上千万的用户。币与比特币的挖矿模式有什么不同呢？由于 Biletron 跟这个 Piletron 有90%的相似，例如这个挖矿模式，白皮书 Pi 是采用恒星共识协议 ，Pi 是采用这个 POW 加 POS 混合机制，特点是不消耗能源。Biletron 的白皮书并没有什么技术的说明 ，OK？Biletron 是很有可能是使用相同的技术 ，POW 加 POS， 节点是用来收集 App 的工作证明，手机 App 使用 POW 解决数学难题，工作证明提交给 Nodes。比特币采用这个随机算术法，只有更高的算力才能把这个随机数的问题解决出来，才能获得证明，把区块确认的结果给全网看。比特币的 POW 的挖矿模式需要很贵的设备才可以挖到可观的比特币，设备和电费非常贵，一般人是玩不起的，而且大机构拥有大量的比特币。而 Biletron 利用这个手机挖矿不消耗能源，可以达到全民参与。我现在想说一下 Biletron 跟比特币的分别。我认为 Biletron 与比特币非常不同，除了挖矿模式之外，在应用层面方面 ，Biletron 目标是开发手机游戏的。大家也可以看到 B Games Limit 就是这个公司的名称，很明显就是要开发游戏。大家到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个 Bitcoin 购买游戏的付费产品。它的目标是建立生态，介入 App 引入游戏、社交、电商、生活服务，大家是可以期待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实用价值给大家。比特币的应用层面，除了灰色方面之外呢，它的实用价值并不高，转账速度慢，确认一个区块就要10分钟，一笔交易10分钟，速度非常慢。如果你使用比特币在超市买东西，一旦交易拥挤，大家可以想象是不是要等很久了。至于 Biletron 方面，大家可以参考 Piletron 是使用这个恒星共识协议，每秒可以处理上千笔的交易，效率非常的高。目前在全球已经建立超过12000的节点。手机挖矿是用什么技术的？ B 的手机挖矿技术很有可能是抄袭这个 Pi 的，它可以分为3层的架构。手机 App 超级节点是用来收集 App 的工作证明。手机 App 使用这个 POW 解决这个算法的谜题，只要你打开 App 就可以解决这个数学的难题。工作证明交给这个 Note， 当 Note 收集越多的工作证明，就有机会被选为这个 Super Note。OK， 超级节点确认它是第一个区块，就会把奖励发到连接住节点的手机 App， 手机 App 就会完成这个挖矿。还有我想说一下这个其他已经上交易所的手机挖矿币，比较多人知道分别是 PHT 币还有 SPA 币。PHT 币还有 SPA 币都是使用手机挖矿的模式。PHT 币是加拿大一家的公司项目，每隔7天就可以挖 PHT 币出来了，免费挖矿。SPA 币就是美国区块链公司的一个项目，就是采用这个 Piletron 的模式，每隔24小时挖矿。这些都证明手机挖矿是可行的。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记得留言告诉我。非常感谢大家可以观看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记得留言给我，我会尽快回答你们。我叫 Alice，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给我一个 like。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